瓦格纳武装叛乱时，整个美西方政坛为了避免引火烧身，谨言慎行，几乎鸦雀无声。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俄罗斯瓦格纳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与此事撇清关系。他宣称，美国及其盟友完全没有参与瓦格纳事件，是俄罗斯内部矛盾斗争。但有美国匿名官员表示，美国情报部门在武装叛乱发生前就掌握了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拜登在26号的讲话中称，他一直在就此事件与美国的盟友展开协调，并达成共识，确保不要给俄方提供借口，将此事归咎于西方国家或北约。We made clear that we were not involved. W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is was part of a struggle within the Russian system. We had to make sure we gave Putin no excuse. Let me emphasize, we gave Putin no excuse to blame this on the West or to blame this on NATO. 外界注意到，拜登在演讲中承认，美国对俄罗斯最近发生事件的部分有关情况事先有所准备。拜登透露，他于当天与其他西方领导人就俄局势进行新一轮的电话磋商，同时向乌克兰保证，无论俄罗斯事件如何发展，美国都将继续向乌提供援助。其实，拜登的用意是再次的将瓦格纳的事件重回到俄罗斯内部矛盾上，让这个瓦格纳事件再一次的干扰俄罗斯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从内部进行对俄罗斯的深层的瓦解。其实这是美国最主要的一个动向，也是美国对于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内部先瓦解。瓦格纳事件发生后，美西方政坛高度谨慎克制，避免引火烧身。在拜登26号发表讲话后，预计美国盟友也将随之进行更多表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揭露了美方所掌握的更多细节，发布一篇题为《美国收集了有关瓦格纳创始人叛乱计划的详细情报，但对大多数盟友保密》的深度长文。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不排除这是美方的舆论战。据美国政府匿名消息人士称，早在瓦格纳集团于24号发动叛乱前，美国情报官员已经收集到极其详细和准确的信息，包括发动叛乱的地点及推进计划。但这些情报只对包括部分英国高级官员在内的极少数人员分享，而对更广泛层面的北约盟友却选择了保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欧洲高级官员会对瓦格纳24号突然发起兵变感到措手不及。报道称，一些北约官员对美国未向其共享情报表达了失望和不满。此外，乌克兰官员事先也并未被告知相关情报，以避免美乌官员之间的对话被对手截获。消息人士还透露，不仅对外保密层级高，即便是在美国国内，也只有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中的8人帮等可以接触到最敏感情报的人士才能看到。8人帮是美国国会中有权听取行政部门最机密情报简报的8名议员的俗称。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总统必须向国会情报委员会通报政府开展秘密情报行动的情况，但相关法规考虑到特殊情况，从保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规定当总统认为应尽可能缩小知情范围时，可以将最低知情人数降为8人。国会参众两院各自下设情报委员会的正副主席、众议院议长和少数党领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少数党领袖，组成美国国会的8人帮。针对上述情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表示，俄方注意到美媒的相关报道。他说，美国情报部门似乎在叛乱发生前几天就掌握了相关消息。西方国家指望普里戈任的行为导致流血冲突。拉夫罗夫表示，俄安全部门正就此调查西方国家安全部门是否介入了叛乱。近日，俄罗斯电视台还在报道中提及，在俄发生武装叛乱的背景下，美国选择推迟对瓦格纳组织实施新的制裁，是为了避免让人认为美方在此次事件中站在普京一边。对此，拉夫罗夫表示，每一次美国的反应都不同，这取决于谁在掌权，而谁在试图夺权。美国无论何时都在为自己谋利，推迟制裁也是同样道理。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смена подхода со стороны США, это просто лишнее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тому, что подход США зависит от того, что конкретно на данном конкретном этапе Соединенным Штатам нужно от того или иного внешнего игрока, будь то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в целом, либо в какой-то конкретной стране. 拉夫罗夫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一再表现出偏见和既得利益。他还以亚速营为例，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美国会将其列为不适合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恐怖组织。现在这一切都被遗忘，他们已经恢复了亚速营的声誉。由于现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属于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关系，那么美国所希望看到的是借瓦格纳事件能够扰乱俄罗斯内部执政的根基。那可以说，拉夫罗夫外长一语道破了美国所推行的所谓的美国价值和美国规则的初衷，那就是希望任何国家的执政理念、内政外交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普里戈任虽已发声，但至今仍未露面。虽然其行踪未定，但目前美方已放风寻求引渡。26号在记者会上，美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当前美国与俄罗斯或白俄罗斯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此美方希望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现身于美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以便对其进行逮捕并引渡。他还强调，美方将继续采取行动，追究瓦格纳或其后继组织的责任。早在2016年12月，普里戈任就因与瓦格纳关系密切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今年1月26号，美国政府宣布将瓦格纳集团列为跨国犯罪组织，指认这一集团在乌克兰和部分非洲国家开展犯罪活动。白宫26号表示，在瓦格纳事件发生后，美国外交官和俄罗斯外交官保持实时联系，讨论瓦格纳集团叛变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还表示，一直对俄罗斯的核武迹象保持高度关注。That we have been monitoring as best we can Russian strategic posture, their nuclear capabilities. That continues. We've seen no indication that there's any intent to use nuclear weapons inside Ukraine. 另据《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称，瓦格纳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肯定让乌克兰士兵松了一口气，而乌军方也可能试图利用俄罗斯混乱的局势取得一些战场上的进展。而根据美方独立分析人士和政府官员的看法，乌克兰肯定会利用瓦格纳集团引起的混乱，但从后续情况来看，俄军似乎没有出现任何直接的防御漏洞可供利用。美国官员还表示，根据初步分析，瓦格纳事件发生时没有任何俄罗斯正规军离开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阵地前往莫斯科。这名美国官员还表示，在闹剧上演时，战争没有停下来。外界就注意到26号，也就是瓦格纳事件的第3天，以及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就事件首次公开表态的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顿涅茨克前线视察，并会见了重镇巴赫穆特周围参与激烈战斗的部队士兵。当天晚些时候，泽连斯基还前往比尔江斯克方向的前线阵地进行视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在同日表示，事件表明俄罗斯犯下了严重的战略错误，并强调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普里戈任都已就瓦格纳事变再度发声，您对此有何观察呢？瓦格纳进军莫斯科的事情呢，震惊了全世界。好在不到24小时就算平息下来，但是外界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知之甚少。还有就是在当天俄罗斯的军方情报部门是如何运作的，这些事情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的浮出水面。现在我们从普里戈任和普京的隔空对话中，大概能够看到一些端倪。首先呢，对于事件的性质的界定，双方依然是各说各话。普京说这是武装叛乱，而普里戈任这一边坚持认为自己的行动不是叛乱，而是正义游行。一是为了保持瓦格纳的完整性，二是要告知俄罗斯的高层，瓦格纳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换句话说呢，普里戈任的目标是俄罗斯军方高层，具体来说就是绍伊古、格拉西莫夫，而不是普京总统。其次，这一事件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普京在第一次讲话的时候提到了1917年，将这次事件进行历史类比，足以能够表明普京本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在讲话中感谢了不少人，包括俄罗斯政府部门，白俄罗斯总统也感谢了做出正确决定的瓦格纳集团的士兵和指挥官，尤其感谢了俄罗斯国内的团结。而普里戈任呢，则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那就是瓦格纳超强的战斗力以及对于俄罗斯国家的重要性。瓦格纳北上莫斯科不到1天时间，推进了将近800公里，这显示出俄罗斯国内安全体系存在巨大的漏洞。另外呢，普里戈任通过这一举动给俄军，尤其是国防军上了一课。他声称，如果2月24日的特别军事行动由瓦格纳来执行，可能1天就结束了。毫无疑问，这是对俄军，尤其是高层的羞辱。另外呢，普里戈任也给俄罗斯军队提出了要求，那就是应该达到瓦格纳的水平。普里戈任讲的这个故事似乎只是为了反映俄军存在的诸多漏洞，证明瓦格纳强悍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但是呢，他也透露瓦格纳是可以进攻莫斯科的。最后，两个人都讲到的是瓦格纳的终结。普里戈任提出到7月1日，瓦格纳将被拆散，也就是说不会与国防部签署雇佣合同。但是瓦格纳会不会真的将武器装备交给俄罗斯正规军，然后离开营地，还有待观察。普京也给瓦格纳提出了3个选择：加入俄军、回家、到白俄罗斯去。也就是说，作为成建制的瓦格纳将不被允许。很明显，经此事件普京总统已经看到了类似于瓦格纳这样的私人武装力量是多么的危险。美国总统拜登称，美国与瓦格纳事变无关，但美媒爆料，美情报部门早有情报预判瓦格纳要兵变。您对此怎么看呢？瓦格纳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和欧洲盟国也是密切关注。除了各国政府部门内部的会议之外呢，7国集团外长也召开了视频会议，这足以说明瓦格纳事件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事态逐渐平息下来，各方的反应也慢慢呈现出来了。美国和欧洲国家最开始的沉默，大概的原因呢是要避免俄罗斯认为西方国家参与其中，毕竟这是紧逼莫斯科的事件，俄罗斯会做出何种反应呢，也很难确定。第二个是俄罗斯是个核大国，如果一旦发生剧烈的变化，保持核武器的安全以及全球核战略的稳定是非常重大的事件。美国通过外交渠道与俄罗斯保持实时联系，延续了长期以来2个核大国之间的危机管控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俄乌冲突的背后呢，是美俄之间核战略沟通渠道的畅通，还是至关重要的。瓦格纳事件带来的直接的影响可能是乌克兰战场的态势，但是无论俄罗斯还是北约方面都认为前线的态势没有受到影响，俄军没有从乌克兰前线回撤，乌克兰军队呢也没获得比较好的进攻的机会，后续的影响还要观察。毕竟在乌克兰战场上非常具有战斗力的一支武装力量可能会退出与解散。除此之外呢，瓦格纳事件暴露了俄罗斯安全体系存在的诸多的漏洞，如何去弥补可能会涉及到前线的军队部署，甚至是目标的设定。对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来说，瓦格纳事件造成的影响以及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也会进行研究和评估。现在各种看法都有，但是整体来说，北约承诺对乌克兰的援助不会变化。而且呢，因为瓦格纳事件，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可能会得到美国以及欧洲更有力和坚定的支持，战争的进程呢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说和平的窗口可能会提前打开。巧合的是呢，美国和盟国已经召开乌克兰重建的会议了，这意味着俄乌战后秩序如何构建可能提上了日程。对于世界核大国，俄罗斯的稳定以及软着陆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的话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西方阵营要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我个人认为，保持俄罗斯核武库的安全应该是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的。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